鲫鱼豆腐汤之前一直不敢尝试，一怕土腥味，二怕熬不出浓白的汤汁。这两天搜了好多教程，总结了几个要点，终于做出了完美的奶白鲫鱼汤。用猪油煎鱼可以让鱼汤更加奶白顺滑。先撒一小撮盐，下锅后别着急着翻动，小火煎1分钟，等鱼皮微焦定型后再翻面即可。听说加2个煎蛋，鱼汤会更加好喝。用开水熬汤，大火煮10分钟，汤色就能轻松变白。加白萝卜和嫩豆腐也是鱼汤的老传统了，小火熬制几分钟，萝卜的清甜也在鱼汤中慢慢的绽放，来上一碗简直太舒服了。现在餐后的洗碗工作我们都交给了老板洗碗机，小白总算不抱怨我是个厨房杀手了，安装起来也特别方便，而且洗得干净无残留，连锅具都能轻松搞定，彻底帮我们解放了双手，为家庭和谐做了好大的贡献。哇，看起来好有食欲哦。太好吃了。趁着周末在家做了老公最爱的鱼香茄盒，香酥入味，一口一个，特别好吃。茄子洗净，像这样切成夹片状。接下来调制肉馅。以前怕市场买的肉泥不卫生，都是自己回家剁，又累又吵闹的。新入手的料理机几秒就能帮我搞定了，就连最麻烦的剥蒜皮和捣蒜末也能轻松完成，而且还是无线的，使用和收纳都特别方便。做好的肉馅取适量加入茄子即可，茄盒酥不酥挂浆很重要，淀粉和面粉按比例加入鸡蛋，调成浓度正好的挂浆。筷子边上冒出小泡即可放入茄盒，中火慢炸5分钟，最后拉高油温复炸一下，酥脆的外壳就形成了。茄盒炸好直接吃就很完美了。我又做了一份鱼香汁，香浓的鱼香汁淋在茄盒上，味道更加升级了。不信你快试试看。吃饭喽！好，这个太好吃了。中午用手抓饼做了几块什锦大馅饼，自己做的想包多少馅料都可以。平时米饭吃腻了就试试这个吧，再配上一碗热汤，简简单单，真的很舒服。看住时间，别让它再流浪。从前我太适应悲伤，你的出现在无意中，却深深撼动我。一起走着，没说什么。可以吃饭喽！我又来和你们分享晚餐了。今天做了一份日本豆腐包，只要20秒，你就能学会它啦。这道菜鲜味十足又不太辣，所有的味道都是刚刚好。今晚你们快安排起来吧。今天又来给你们分享早餐了。茶餐厅的漏奶滑最近特别风靡，不能出去吃就在家做吧。鸡蛋牛奶搅匀，用来浸泡吐司，选择厚一些的吐司，口感会更加饱满。2片吐司都煎到双面金黄即可。黄油、炼乳和牛奶小火加热一下，倒回到吐司的凹槽中，撒上厚厚的一层阿华田，切开以后满满的爆浆，怪不得名字叫漏奶滑啦。你们不是经常问我为什么都不胖吗？分享2个小秘诀：高糖高油的加工零食绝对不要吃，教你们做一个低脂又过瘾的百香果柠檬泡爪。这可比之前超火爆的无骨鸡爪要简单多了，不用去骨，只要记好腌料配方，就绝对不会失败。还有一个小秘密，坚持每天佩戴束腰几小时，不仅能控制食欲，平时在厨房久站还能保护腰椎。最后不管吃多吃少，运动一定不能少，拒绝弱不禁风，健康就是最好的。开饭喽！最近天气逐渐转凉，炖一锅暖暖的葱油焖鸡，配上白米饭，每一口都是幸福感。
用熬好的葱油把鸡腿煎到焦黄，做到这一步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最后淋入酱汁焖煮10分钟，鸡肉鲜嫩又入味，这一定能成为你们的拿手菜。你们老说我做了太多的下饭菜，害怕控制不住越吃越多。其实在餐前喝一杯燕麦麸皮饮就行了。新口味魔芋紫薯不仅颜色漂亮，还富含了更多的膳食纤维，饱腹感强了，自然就能更好的控制饮食啦。如果我是个烘焙老师，在第一堂课教的一定是提拉米苏。好好吃哦。看似精致的高阶甜品，做起来却没有任何难度，特别适合没有烤箱的姐妹，只要动手搅一搅、拌一拌就能完成啦。提拉米苏的核心就是马斯卡彭芝士，这个某宝都可以买到的。淡奶油提前冷藏，打发到出现纹路即可。剩下的步骤就是将它们大混合，芝士糊做好就成功了99%。手指饼干在立交酒里泡个澡，整齐的铺进模具，再盖上芝士糊，重复叠加2次就好了。今天的配方我做了一个8寸方形模具，食材还有富余，给你们做个参考。最后放冰箱冷藏3小时以上，取出透膜即可。吃提拉米苏我喜欢搭配咖啡，来一罐雀巢咖啡柠檬味黑咖，柠檬和黑咖的跨界组合，清爽又解腻。除了柠檬味，还有西柚味，都很好喝，低糖零脂肪，健身的姐妹也可以喝的。这2天闺蜜来家里做客，我给这位孕妈妈准备了超丰盛的营养早餐，10蔬海鲜粥，搭上花椒和燕窝，希望吃了这些宝宝健康又聪明哟。这个海鲜粥应该是我最喜欢的粥类做法了，特别鲜美浓厚，让我来上一碗，全身都充满能量。我闺蜜不是怀孕了吗？就为她准备了这瓶即食花椒。都说花椒是越老越有价值，里边可是5年以上的深海老椒，不仅可以在孕期补充营养，而且对宝宝也非常好。准妈妈们真的可以试试看哟。前几年去饭店最喜欢点的就是清汤肥牛了，在家做过几次，就是煮不出店里的味道。问了一个老师傅才知道，汤色晶亮的小秘密原来是个南瓜，将南瓜蒸熟压成泥，主要起到调色的作用。之前为了使汤色晶亮，加了很多的黄灯笼椒，汤是黄了，但是辣的根本下不去口。加入南瓜泥搅匀，就能熬出辣度正好、颜色又漂亮的金汤。这对于不太会吃辣的我来说，简直就是特大福音了。最后马上蒜末和青红椒，再来一勺灵魂热油，激发出层层香味。这样做的金汤肥牛酸爽过瘾，搭配米饭又是一绝哦。吃饭吧。上午用昨晚的剩米饭做了2款超好吃的饭团。先教你们做一个非常可爱的照烧日式饭团，便利店的饭团都没有这个好吃哟。再做一个午餐肉饭团，这个方法抖音看了很多次都没有实践过，今天试了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上午就不喝牛奶咖啡了，泡1包红豆薏米青青茶，这个特别适合我这种早上起床容易浮肿的人。你昨天又熬夜加班啊？喝杯这个吧。